等了非常多年，我们终于等到了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奥迪。这是奥迪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新款奥迪 Q7， 这是一个7人座的 Premium SUV， 主要对手是 BMW X5 和 Mercedes GLE。那现在这个 CKD 的 Q7 从462,272块到482,272块，最好的 package 给你5年15万公里的 warranty 跟5年75000公里的 service package， 所以这是史无前例，马来西亚的奥迪史上提供一个最好最划算的配套。因为在之前 CBU 的时候，奥迪 Q7 是从599,900块起，所以从一个600千到462千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KD 本地组装不只是更加便宜，它也更多的 spec， 有 Bang & Olufsen All-Wheel Steering， 还有 3.0 力车的 MHEV Powertrain。22寸超级美的这个奥迪 Sport 轮圈里面的 S Line 套装 Black Appearance Package 等等等，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一台 Q7 的试驾心得。Let's go。那目前最强的 Q7 奥迪 S Q7 采用 4.0 力车 V8 Twin Turbo 0到100 4.1秒。那这个本地组装的 Q7 用 3.0 力车 V6 Turbo MHEV 有340 PS 500 Nm 5.6秒，跟 3.0 Turbo 的 GLE 450一样。这具 EA839 也就是 Porsche Cayenne 和 Panamera 的 3.0 Turbo。大马本地组装的凯宴标配20寸，21寸要给45000块，22寸要给49000块。那这款 Q7 就标配了 SQ7 的22寸奥迪 Sport 轮圈 28535R22。Bridgestone Toranza T005 Speed Rating Y 300 km/h， 它的 EU Wet Grip Class A Rolling Noise 也是 Class A， 在欧洲轮胎评比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能够满足奥迪对于安全的最高要求。再来，这款 Q7 还有 Adaptive Air Suspension Sport 和 All-Wheel Steering。那尺寸上的奥迪 Q7 的车长和轴距比 GLE、X5 和 XC90 长。那大马版的 X5 是 PHEV， 不提供7人座格局，所以 GLE 和 XC90 才是 Q7 的 7-seater 对手。第二排空间是奥迪 Q7 最大的卖点，因为它是 MLB Evo 平台唯一一款有7人座的。凯宴没有7人座 ，Touareg 没有7人座 ，Bentayga 没有7人座 ，Urus 当然也没有7人座。当然7人座的车子很多 brand 都给你，但是奥迪不同的是，它3个都是独立座椅，所以你可以单独的将这个椅子往前后滑动。中间这个也可以前后滑动，而且这边也有 ISOFIX， 你可以放4个 ISOFIX， 而且后面还有2个座椅，因为这个只是它的第2排，所以这个椅子你可以将它这样子 ，OK tip and flip 下来，伸手去后面拿东西都可以，或者这个也可以下来。我觉得奥迪怎么讲？你买到奥迪 Q7 它真的就是这个座椅非常的快，然后它也有手动的遮阳帘，然后这边2个冷气出风口，这边一个 Pillar Air Vent。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 CKD 的 Q7 没有给你Panoramic Sunroof 全景式玻璃车顶。基于 Malaysia 的这个天气，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如果真的要拿掉一样东西，应该是拿掉玻璃车顶啦。所以它后面整个灵活性就是在凯宴的这个基础上它更加的好啦。因为像我刚才早上回来的时候，我放2个 car seat， 我2个孩子坐在这个椅子，我还可以坐在中间，不会顶到 car seat， 所以它的这边它不只是长，不只是灵活，它也相当的宽。所以说豪华车它不只是讲长度，它还要看它的宽度。Right。那因为 Q7 这边提供了这个 gas lift 的功能，你拉开来，看到吗？你不用自己拉那个椅子，那个油压杆顶着它这样子，所以你可以透过这边进来第3排座椅。OK，so 我现在坐在 Q7 的第3排，很明显就跟一般的这种7人座2+3+2的车型一样，第3排只是适合小孩子乘坐。我身高178 cm， 如果把这个椅子压下来，That's it， 完全没有空间。但它这个2个椅背是电动的你可以压下来，或者你让它回去，
它都是 power seats 来的 ，so 它更多是一种 flexibility，而不是真的是说哇，后面可以坐整台车子坐7个人这样子啦。Right， 我现在要下来。OK， 有东西帮我顶着，我这个椅子也是 ，Right。So Audi Q7 它不算是一个 all new 的车型，因为这个第2代的 Audi Q7 早在2015年就已经亮相，然后奥迪在2020年的时候推出了第一次的改款，第一次的 facelift， 接着在2024年初进行了 second facelift， 第2次的改款，也就是现在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这个 Audi Q7。所以你看它的前脸造型就是用了最新的Audi Single Frame Design， 就好像我在多年前介绍过的 Audi Q3， Audi Q5 就是跟进了 Audi Q8 的那个造型。它基于的是 VW 集团的 MLB Evo 平台。那基于这个平台打造的 SUV， 从 Volkswagen Touareg， 到 Audi Q7、Audi Q8 上去有 Porsche Cayenne。再上去有这个 Bentley Bentayga， 还有 Lamborghini Urus， 也是基于 MLB Evo 平台打造。第1代最早的 Q7 呢，它整台车子只用了大约6% 的 Aluminium 铝合金部件。那来到第2代的 Second Facelift 之后，这个 Audi Q7 整台车子有超过 40% 都是 Aluminium 铝合金部件。所以你看这个 3.0L6气缸的 Q7 with Quattro 就是4轮驱动，还有很多很高档的设备，它的车重大约是在2260公斤。2260其实你讲轻不是真的很轻啦，但是如果你要拿来跟一些 PHEV 的对手，随便便就是 2.5 吨。如果你要拿来跟相同尺寸的 BEV， 随便便就是 2.5 吨、2.6吨。真的是随便便，所以2250的车重对于一个7人座的4轮驱动豪华 SUV 来讲，我觉得是怎么讲，已经是很轻了。OK， 你在 in 这个 context 啦，我那天在 Malaysia Auto Show 第一次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啦。I mean 我看过 Q7 很多次，可是这个是 second generation 的 second facelift。So 我一上来奥迪的这个车厢里面的 first impression 啦。非常诚实的讲，它是一个相当有年代感的 design。Audi Virtual Cockpit 也不是2025年的产物，这个是早在很多年前我们就看到的。但是不懂这么，我那一刹那有一个时间，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个预算，如果有50万的预算，我有500千的预算，我要买一台这样子的 Premium 7人座，我会选择 Audi Q7 多过可能 BMW， 可能 Mercedes-Benz。Why？ 为什么 ？OK， 首先 BMW 呢，我觉得它新的那个就是源自 BMW iX 的 design 那个 curve display， 那个什么 crafted clarity 水晶排挡杆，这个那个它很好，它与时并进。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太过花俏了，我看不到我要看到的 tachometer， 我看不到我要看到的 speedometer， 可是奥迪可以。虽然这个 Audi Virtual Cockpit 已经用了很多年，然后这些 button。这些滴滴答答的声音，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它不是一个最新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它就是 works。我觉得有时候你上到奥迪就是一种 old is gold 的感觉。荧幕，当然我觉得这块 Eco 面板可以不要掉了，因为这个有一点多一块鱼了啦 ，OK。所以你就会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我要买奥迪？为什么我会喜欢奥迪多过 Mercedes-Benz 多过 BMW？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这种。奥迪就是会有给我一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知道在今时今日你买一个车子，你很怕它过时啊，你知道吗？你今年买，明年又改款，你今年买，后年又出新的了，你知道吗？所以至少它的这个 product 的 life cycle 是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去到它的 driving mode， 还有一个叫 dynamic mode， 就是所谓的 sport mode。3、2、1 go。
稳到很稳的，很稳。为什么会这么稳？因为它是奥迪，然后它有22寸 22 inch 的这个奥迪 Sport 轮圈 with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轮胎，这是一个强调湿地刹车、湿地过弯表现的一款轮胎，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它不会出错的。这一次奥迪 Malaysia 没有手软，我们都知道过往受限于 CBU 要给很多的 tax， 厂家必须要在选配选项那边去斟酌，你知道吗？去拿掉一点、少一点，这个一点那个一点。可是这个 Q7 我觉得已经 almost 在他们能够接受的利润范围里面，尽可能的给到你应该要给到你的东西，像是 Bang & Olufsen 19个 speakers 的 Bang & Olufsen 音响。All Wheel Steering 或者Rear Wheel Steering 后轴转向系统，所以你加这一个这么大台的车子，你在狭窄的 car park， 你要 U-turn 你要过弯的时候，你好像加这一个尺寸更小的 SUV， 然后再来 3.0 力车 MHEV， 为这个高速自动变速箱，Quattro 4轮驱动系统 ，Audi Laser Light。这个不只是 Audi Matrix LED 啊，它已经是 Audi Laser Light， 是一个在怎么讲，在豪华汽车里面数一数二的灯光系统。然后里面有这个 Valcona 的 Ladder， 然后 Audi Malaysia 也为它配了这个Black Appearance Package， 现在应该是叫 Black Styling Package。所以你看它的奥迪的 logo 是黑色的，整个 Front Grille 是黑色的，然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暗黑色的元素，特别是我开的这一台 Glacier White 搭配这个 Black Package 整个看起来就是运动气息十足，运动气息满满。然后在门边这边的这些材质也有这种Dinamica 的绒面革超细纤维。奥迪 Malaysia 我觉得是破釜沉舟啊，真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跟政府的这个协商，要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然后未来可能有计划出口到其他的东盟市场。这几年我通常会被问2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200千有什么车好买，第二个更多人会问我的就是，不管我身边的朋友、一些做生意的老板，就是500千我要买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考虑买 Lexus RX，一些人会考虑 Porsche Cayenne， 但是 Cayenne 差不多，你真的要买到像样的 Cayenne 也要600到700千的啦。然后 GLE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 GLE 也是6-7缸，然后 BMW X5 也是6-7缸，不过 BMW X5 是 5C 车啊。但我会更加喜欢这个奥迪 Q7， 因为我觉得奥迪它有一种它相对来的低调，你不需要真的是很张扬这样子的。Of course， 我觉得你开在路上，一台奥迪跟一台 BMW 跟一台 Mercedes， 奥迪肯定是最低调的那一台，特别是 Q7， 它不是一个全新的车，但你说它原封不动吗？你说它一成不变吗？这样又不是的。我觉得奥迪马来西亚就是在原本的那个 Q7 基础上，给它去加满所有的设备。奥迪马来西亚要继续迎接下一个5年、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个 Q7 这个 CKD 本地组装的 Q7 是一个转折点，是他们的一个救命稻草啦。Put it this way， so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500千的预算，我会推荐你选择奥迪 Q7， 前提是你不想要买电动车，或者是你家里已经有足够多的电动车，你可能有1台 EV、2台 EV， 但有时候出远门，像我每次讲的，远门不要想，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拿工来做，不要自己找东西来烦你，然后也是嘛，你要出远门加油车 ，OK， 所以预知更多关于这个奥迪 Q7， 或者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相信，虽然 Q7 不是一个，它不像你知道吗 X5 GLE 这么普遍啦，但是我相信马来西亚还是有不少 Q7 的车主。如果这么巧这么刚好你也在看着这支影片，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是 Q7 的车主，你在保养 Q7 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的，或者是没有这么好的，可以跟准备要入手奥迪的朋友，在考虑奥迪的朋友给大家一个分享这样子啦。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继续收看我的 YouTube 频道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记得观看。